注意看，给我停！都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个准备给老婆惊喜的百亿总裁，下一秒却只能眼睁睁躺在地上，看住心爱的妻子和自己的私人医生热情拥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就在几分钟前，他为了考验妻子的爱，吃下了一颗能让人假死24小时的药丸。男人名叫李健，是首富之子。他本想用一场假死后的复活，给妻子祛忧一个天大的惊喜，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等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天动地的背叛和杀机。此刻，他身体僵硬，意识清醒，却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只能像个活死人一样，目睹眼前这肮脏的一幕。只见妻子祛忧和他的私人医生林岩紧紧相拥，脸上没有半分悲伤，反而充满了奸计得逞的喜悦。李健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不敢相信自己百般疼爱的妻子竟然早就和自己的心腹搞在了一起。更让他心胆俱裂的是，这对狗男女接下来的对话。祛忧确认李健死透后，没有丝毫悲痛，反而娇嗔地埋怨林岩。两人就在李健的尸体旁打情骂俏，言语间充满了刺激和放荡。李健气得七窍生烟，要不是这该死的假死药，他恨不得立刻跳起来撕碎这对贱人。就在这时，门铃响起，祛忧的父母赶了过来。李健心中燃起一丝希望，他想岳父岳母一向正直，一定会为自己主持公道。可没想到，岳父进门后竟劈头盖脸地骂女儿，不是因为他出轨，而是骂他做事不够谨慎。万一李健没死透，他们的计划就全盘暴露了。原来这一家子蛇鼠一窝，早就知道女儿的奸情，并一直在背后帮着隐瞒。他们的目标是李健母亲那几百亿的家产。如今李健死了，遗产继承成了大问题。狠毒的祛忧立刻想出了一个毒计，大办葬礼，邀请全城名流和记者，在舆论的压力下，逼迫一向爱面子的首富婆婆承认自己儿媳妇的身份，从而为侵吞家产铺平道路。而最让李健崩溃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跑了进来，熟练地扑进林岩怀里喊爸爸。这个孩子竟然是祛忧和林岩的私生子。李健感觉天旋地转，自己不仅被戴了绿帽，还替别人养了几年儿子，简直是奇耻大辱。为了计划万无一失，这群丧心病狂的恶魔决定立刻将李健送去火化，以绝后患。他们七手八脚地将动弹不得的李健抬起来，准备运往火葬场。李健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他还没死，他不想被活活烧成灰。在强烈的求生意志下，他竟然奇迹般地动了一下手指，抓住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上了路边的豪车。车祸的另一方竟然是李健的青梅竹马，顶级医学天才何婉晴。他刚从国外回来，正准备找李健。虽然祛忧等人巧言令色地掩饰过去，但这次意外却为李健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让他们错过了火化的最佳时机，只能将李健的尸体运回葬礼现场。葬礼上，祛忧展现了影后级别的演技，抱着李健的棺材哭得肝肠寸断，旁扶一个为爱痴狂的寡妇。前来吊唁的宾客无不为之动容。就在此时，李健的母亲，那位叱咤商界的女首富赶到了现场。她雷厉风行，一来就质问儿子为何死得如此突然，又为何这么快就火化。祛忧一家人故作镇定，一口咬定李健是心脏病突发。眼看母亲就要起疑，祛忧再次上演苦肉计，拿刀假装要殉情，将深情妻子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接着，他又让私生子小峰出场，声泪俱下地告诉婆婆，这是他和李健偷偷生下的孩子，因为怕婆婆不高兴才一直隐瞒。看出酷似李健小时候的亲孙子，女强人婆婆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她又心疼又愧疚，彻底相信了祛忧的鬼话。然而，何婉晴的出现打破了僵局。作为顶级医学专家，她一眼就看出李健的死因有蹊了。她当众拿出祛忧和林岩在李健尸体旁亲热的照片，瞬间引爆全场。林岩狡辩说是在为悲伤过度的祛忧进行穴位按摩，但这种鬼话谁会相信？更致命的是，私生子小峰再次跑了出来，指着林岩大喊爸爸。真相败露，祛忧恼羞成怒，将何婉晴赶了出去。但他不知道，李健此刻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原来他服用的假死药正是何婉晴为了攻克心脏病手术难题而研发的半成品，只有他才知道如何彻底解除药效。李健和何婉晴联手制定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复仇计划，他们趁乱将棺材里的李健换了出来，并把祛忧那贪婪的母亲放了进去。
毫不知情的屈优亲手将自己的母亲送进了火化炉，还在焚化炉前嘱咐工人火开大点，生怕李健死得不够透。解决完这一切，他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迫不及待地召开了集团董事会，准备签署那份能让他一步登天的继承合同。会议室里，屈优看住合同上李氏集团60%的股份，激动的双手颤抖。他虚伪的推辞一番后，终于拿起了笔，而李健的母亲则一脸冰冷地看着他表演，配合住他演完了最后一出戏。就在屈优的笔尖即将落在签名处时，会议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所有人都惊呆了。李健面带冷笑，一步步向他走来。屈优吓得魂飞魄散，仿佛见了鬼一样，连连后退。李健告诉他，他即将签署的根本不是什么继承合同，而是一份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出轨、谋财，甚至害死亲妈的认罪书。与此同时，警察破门而入，冰冷的手铐锁住了这对狗男女和他们那蛇鼠一窝的家人。在无尽的悔恨和恐惧中，他们将为自己的贪婪和恶毒付出最惨痛的代价。